你要我救什么人啊？我不出意的。小神医可能不知道，有些人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，就比如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金衣兰月侯，北离的大监国。现在整个北离都归我管，更何况你呢？救我！他说的没错，北离现在他最大，我也不能拦他。不过侯爷，你又何必动弄一个孩子呢？好，我允许你问一个问题。你要我救谁？什么症状？你要救的人姓萧，名若锦，是北离的皇帝。皇帝？对，他患的是心疾。前些日子祭祀的时候突然晕倒，到现在一直昏睡不醒。好吧，我随你去。冢内最近有贵客？是啊，我的2个外孙回来小住。难怪有如此强的剑气，是李寒衣回来了？不，这剑气和李寒衣的不太一样，倒像是新月的。难道是穿红衣的那个小子？正是。好，很好。剑心有月，睡梦杀人。青龙守护，果然有了真正的传人。千洛他似乎有一些失落，他说他问了你一个问题，你一直都没有回答他。因为这个答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你的父皇是一个不错的父皇，你也这么觉得？他甚至是一个不错的皇帝。我以为你会很讨厌他。我自然讨厌他。无论是当年叶鼎之的事情，还是后来琅琊王的事情，我都讨厌他。我甚至看不起他，想杀了他。但是作为一个父皇，当年的他给了你所有的一切，后来的他也极力想挽救一切。但是作为一个皇帝，近年来北离国泰民安，四海升平，他最对不起的只是琅琊王。在他眼中，我只是个不孝的儿子。游子在外面久了，总是要归家的。我今天见到萧凌晨了，三城主安排的吧？其实我也不知道琅琊军那些旧部的行踪，只是前几日凌晨找到了我，他说他知道你在这里，他也知道你此刻一直都在犹豫。他说他想给你一些鼓励。他好像什么都没说。他说他的出现就是对你最大的鼓励。真自信啊。殿下，唐门出了一件大事。说，唐林从雪月城返回了唐门，唐门上下打算重罚他，先废除他的一身武功，再将他逐出唐门。但是唐连月突然破关而出，连战唐皇、唐玄、唐七杀，将他们3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唐门原本一直被压制着的清雪月城的派系也借势反抗。所以，唐门期待已久的新老太爷终于诞生了。唐连月成了唐门的新老太爷，他现在执掌唐门，是断然不会再跟我们合作了。其实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按照唐连月的作风，他应该会让唐门远离这场纷争，少一个朋友，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而且，唐莲的事透露出另外一个讯息。什么信息？他回来了，而且已经康复了。王爷，
只等您一声令下。好，那便一声令下。是。师傅，我在唐门已经住了1个多月了，您却一直没有给我想要的答案。如今的唐门究竟是站在雪月城一边，还是继续支持天启城里的那位白王？唐门不设党争，这是几百年来的规矩。老太爷不肯听，为了覆灭雷家堡，暗中背弃和雪月城的盟约，与白王联手，过程中又遭到暗河蛊惑，才导致如此结局。与雷家堡结了死仇，和雪月城暂时也不可能重新联盟了。至于去支持白王，徒儿啊，在你心中，我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吗？啊，是徒儿多虑了。所以师父您的选择是两边都不帮。如今的唐门没有做选择的资格。徒儿明白了。那你呢？唐门没有做选择的资格，但是你有。我已经做好选择了。这倒是令我有些意外，我以为你来问我是想寻求一些意见。说说，你要怎么做？随心而行，平心而动。这样的话，像是当年百里东军会说的话。不错，有长进。或许是我最近开始学习酿酒，性子也有点随百里师傅了。酿酒？对，我最近在研究这本书。据说它不是一本普通的酿酒之书。这本酒经原本记载着一种能以酒炼体的奇异法门，百里东军拿到后，将绝世酿酒术与这法门相结合，写了后本。当年百里东军以7盏星夜酒登碉楼小筑的故事，你一定听过。都听得耳朵都生茧子了。但大家不知道的是，琅琊王萧若风也是那次的品酒师之一。7盏星夜酒后，他破境了。破境？他从自在地境一下子进入了逍遥天境，而在此之前，萧若风的武功境界已经多年未进一步了。这酒精竟然如此奥妙，那为什么百里师傅不早些让我喝这神奇的星夜酒啊？我问过他，他说并不是喝酒就能提升功力的，和人的心境也有关。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总之，这酒精值得你好好研究。好。萧神医怎么样？确实是心悸，能治吗？能，但是……哎呀，别但是了，这个时候就别卖关子了。是你先打断了我，但是需要时间。多久？1个月。好，那这1个月，太医院的御医都听你差遣。愿为神医效劳。哎，诸位前辈抬举了，我可不是什么神医。对了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什么时候开饭？饿了。李长青，你这个虎贲上尉，禁军大都统，竟然让一个刺客悄无声息地溜进皇宫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属下失职。刺客是什么人？何时入的宫？侯爷离开的当夜。起初属下也没察觉，但他被大剑撞上了。刺客的身手极好，被大剑重创之后，还能离开皇宫。这圣上刚病倒，看来天启城就有人坐不住了。有一处很蹊跷，大剑发现刺客的地方是一座荒废很久的冷宫。属下斗胆猜测，此人入宫可能跟刺杀并无关系。你别猜测了，你带着虎贲郎给我守好这泰安殿。如果再出什么差错，我要了你的脑袋！是。
阁下深夜入宫，有何贵干呢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这宫里就算爬进来一只蚂蚁，我都会知道。看来今天这只蚂蚁是爬不出去了。天龙宝地，岂容蝼蚁生存？萧瑟，你还要多久回来？帮了你这么多回，也来帮帮可怜的武心呢。风花雪月都见识过了，该回去了。他走了。果然如你所料，明德帝病重，再加上这1年之约，他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。而且，他还真的一人一骑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就这样离去了。他是萧若风和姬若风教出来的人，我了解他。只是自打萧瑟回到雪月城的那一天起，外面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守在那里。如今他这一走，这消息很快就会传播到整个北离。这明里暗里，这么多人要杀他，他一个人该如何回去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雪月城既号称天下第1大城，虽然我们不喜欢与人争斗，但是也绝不会等着任人宰割。正北面是程洛英的军队，这些年来，他在背后默默支持赤王。虽然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为了阻拦萧瑟回天启，他会不惜暴露这一点。还好我一直留驻在洛城，没有回天启复命，避开了闭城1月的禁令，不然闷也得把我给闷死。不过赤王殿下还真是没让我省心呢，确定要这般兵行险招？殿下已经把他要说的话都写在信上了。杀一个王爷，那可是重罪啊！还是皇帝陛下最喜欢的那个王爷。男爵16位的一队斥候会出现在他们该出现的地方，绞杀敌国斥候是将军分内之事。事成之后，朝廷必有重赏。东北是无双城，白王虽然没有赤王那么狠辣，但是如果萧瑟回到天启，也会影响他的利益，他也会有所行动。这次没让你出城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？我可是我们这边的底牌，怎能随便出手？道理我还是懂的。不是，不让你去，是怕你认错我们要找的人。我记住他的样子了，我们见过的。此次白王殿下要求万无一失，可是我这心中还是没底。虽然消息说他是一个人走的，但雪月城实力深厚，未必没有后手。还没出发就怕了，那干脆别去喽。你这小鬼，越来越有城主的架子了啊！师兄，你记错了，我本来就是城主。好，城主。我先走了，不跟你说了。
西南面会有暗河赶来，他们会派出最精锐的杀手，还有上面这些小点点，这些都是白王跟赤王这些年来散布在北离的势力。这些势力当中，将有一半会参加到这次狙杀之中。另一半是被你收拢了。当萧瑟来到雪月城的那一天，我就开始筹谋了。现在是时候让他们知道，为什么我们雪月城会是天下第一城。落霞，传出千城之令，绯红色的急令。好，也是时候该让天启城的2位王子看看，我们雪月城为什么拒绝他，却毫无畏惧。阿爹。去吧，爹爹曾经说过，当他一个人回到天启的时候，你会陪在他身边。不过打今天开始，那个称号你要叫得响亮一些。朱雀使，司空千路。朱雀这个称号跟你实在是太相配了。去吧，孩子。我知道，那虽然很危险，但是我也知道，爹爹拦不住你。阿爹。阿爹，我走了。你是不是也已多年未逢敌手，有些寂寞了吗？长风，这次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他们这几个年轻人，我怕他们有危险。你和所有的长老留在雪月城，上一辈的人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你要去哪儿？西面会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宫里那位娘娘的师兄，赤王的义父。洛清扬。这么多年他没有离开过牧良城，他会为这个事情出手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总得去看一看。我知道，这世上能够拦住他的人并不多，我也没有自信。是雪月城的千城之令。是啊，没想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准备了，时间刚好。去吧，我与唐门带你归来。师父，保重。哇，好大的烟花呀！为何来得这么快？什么这么快？你出种吧。姐，你不是说让我成了剑仙之后才能出种吗？为何现在就要出种？我也不想让你出种，但你如果再不出去，你的那位好兄弟恐怕就要死了。萧瑟，其实我是骗你的。要入剑仙境，你在剑仙种待上100年也无用。想要升境，必经生死。去吧。
圣上下旨，2品以上所有军官不得出府，大将军也被困在了天启城内。唉，那我们只能原地待命了。叶自营集结。是小姐，快，叶自营集结。是。今永安王萧楚河有难，我辈军士效力于萧始皇族，理应出援。传大将军叶孝英之令，救永安王于危难之中。各位将士，可愿随我出兵？吾等愿意，吾等愿意，吾等愿意。可能又要侯爷跑一趟了。国师，我是皇上钦定的监国，我不在天启城监理国事，我总往外跑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刚把小神医带回来，你让我歇歇吧。那个人离开雪月城了。什么？可能是一个人独自离开的，雪月城的人并没有陪着。不管是江湖还是朝堂，许多人都在悄悄地动了。李长青，侯爷，我问你，虎贲郎现在一共多少人？虎贲郎精卫112人，虎贲郎1300人。好，我给你禁军3000，你借我800虎贲郎，我要出城一趟。800虎贲郎，侯爷，您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你放心，你今天借我这800虎贲郎，皇上醒来不会责怪你，还会给你加官进爵。这，李统领放心吧，金衣蓝月侯金口玉言，骗不了你的。侯爷，去虎贲营点兵吧。哎，侯爷。说好800虎贲郎，千万记得给我留500。哎呀，看你这小气样，放心吧，不会多带一个人的。国师啊，这蓝月侯是又要出城了吗？大见可知，为何当年所有的王子都被封了王，派去了封地，圣上唯独留下了这位最小的弟弟。哈，这圣上自幼就疼爱这个幼弟，天下人皆知啊。圣上又为何疼爱他呢？不知国师这话的意思是？因为蓝月侯真的是一点儿都不想当皇帝。23年前，你们的先祖护送圣上，一路杀到了泰安殿。在那场血战当中，有很多人战死了，但是他们的荣耀却留了下来。这种荣耀流淌在你们的血液当中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是否愿意为纵马归程的永安王闯出一条血路？吾等愿意。好，众虎贲郎听令，全军准备，半个时辰之后出发。是。
是你？我认得你，无双城大弟子卢玉宅。我也记得你，雪月城的雷无节。错。哪里错？我又不是我那个笨蛋师弟，我记性好得很，见过一次的人一直都会记得。名字是对的，这称号错。哦，你离开雪月城了？那倒也不是，此行我不是为了雪月城而来。天启四守护，列东方卫，青龙。天启四守护，我小时候也曾听说过一些堪称传说的故事。青龙卫，那是剑心令梦七月。你手中的剑，应该就是位列天下名剑第4的新剑吧？那你更应该庆幸与传说一战。不过，在这一战之前，我有2句话想要送你。这第一句话，同样是使枪的，你不如我千落师姐许多，距离我3师叔更是差了10万8千里。还有一句呢？这第2句，同样是大师兄，你不如我大师兄唐莲甚多。就这，你们无双城还想争夺天下第1，还真是可笑。列阵！我最讨厌就是列阵这种东西了。曾经，昆仑剑仙说道：“这剑是孤气，剑是孤独的，剑客也是孤独。像这种结群之举，更是不入。”哼，可我听说剑心种也有世传剑阵。剑心种千人剑阵，守护剑种圣地，固若金汤，岂是你们这种花把式能抵的？我的情报中，你不是一个这般话多、这般喜欢挑衅的。也许是跟着某个喜欢冷嘲热讽的人时间久了，也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性。我以前也是一个谦逊有礼的热血少年呢。你在拖延时间。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？啊不，你们10几个人打我1个，我拖一下时间怎么了？啊？哼，没用的。除了我们无双城以外，想杀他的人太多了。你拖延了我们的时间，只不过是换了别人去杀他。至少我们无双城只是想留住他。有多少人想杀他，就有多少人想救他。至于你们无双城想要留他，你可知道，若是他听到你们这样说，会怎么回你们？如何回我？哼！呸！起阵！发生了什么事？将军，前方有人拦路。有人拦路？什么人敢拦我们的路？此路不通。你是何人？敢拦我洛城军的去路？天启4守护，朱雀，列南方位。你是那位前辈的后人吧？念在当年他对圣上的情分上，还请姑娘让开。你知道这条线什么意思吗？过此线者，杀！将军，给我杀了他！是。我以一枪入逍遥，助你重登
天启城龙卫。以一城养一剑气，孤剑仙这凄凉剑意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枪仙前辈怎么来了？我说姬若风为何要重新开5把？原来是白小堂有了新的继承人。你父亲呢？父亲重伤未愈，便只能由我代劳了。为何重新开5把？想给过去的江湖一个结论，也想给未来的江湖一个开始。哦，有点意思。枪仙前辈这一次也入了冠绝榜前3甲，但仍比洛清扬稍逊一筹。枪仙前辈有自信拦得住他吗？我大师兄，他也是位列2甲，可在雪月城每天我都揍他，占着大城主的位置，每天就知道喝酒酿酒，这种人我见一次打一次。这是我孝敬那位凄凉城城主的。凄凉城，北离开国之时，这里本也是一片繁华之地，可惜气候变幻，居民南迁，最后破败至此，被人戏称为凄凉城。后来剑仙独居于此，世人仰慕，称为木凉城。以一人为一城，这种气魄，真是令人敬仰。来了。走吧，这个人无意出城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剑鞘上的剑意已经告诉我了。不愧是冠绝榜上的高手对决，真是看不懂。不过我的礼物还没有送出去呢。你可以学他呀，长街飞酒。试试吧。礼已送至，走了。这就是姬若风的女儿啊，白小堂新的继承者，也是新的白虎。客官，您的茶。你们这儿经常下雨吗？是啊，我们这儿常常下雨，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，有时候雨一下就是大半个月呢。客官的家乡是在很远的地方吗？是啊，我有2个家，都在很远的地方。那客官来这儿是做什么呀？杀人。客官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小二，你这里有酒吗？有是有的，不过不是店里卖的，是我放起来准备自己喝的。可以卖给我吗？我按3倍的酒钱给你。不是什么好酒，客官客气了。您稍等。客官，酒来了。这是什么酒？ 10个铜板1壶的酒，哪有什么名字呀？
就是自家酿的老糟烧。老糟烧，老听他们提起，也不知道这里的酒和雪落山庄的是不是一样。雪落山庄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们中的一个说是门前落雪，门后飞花的文雅庄园，另一个却说是一间破客栈，也就比你这间茶铺大那么一点儿，而且四处漏风，屋顶破洞。小二，这间茶铺暂时被我包下了，2个时辰之后你再回来吧。客官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吗？我来这里是为了杀人的。赶紧走吧，再不走，怕是来不及了。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新剑吗？就是剑心之圣，可号令万剑。你们的剑都惧我，自然也不会是我的对手。好了，我已经亮出了我的底牌，你们是不是也该拿出你们的底牌了呢？无双剑侠，我已经期待很久了。师傅，半步逍遥，半步剑仙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哎，你不害臊吗？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哎，你们干脆别叫什么无双城了啊，改名叫个什么无耻城算了吧。先是10几个人打我一个，以多欺少，那也就算了。现在老城主也来了，以大欺小还要脸吗？宋城主，你比我师傅都还大几岁吧？您要对我出剑？剑炉内有剑道，剑炉外才有生死。我壁炉不出，始终再无半点精进，所以今日出城到此。就是说，用我的血铺你的路。喂，我姓雷，雷家堡的雷。你知道我们姓雷的人都是声势大，不怕下。听闻，宋城主年轻时，曾对天空劈出一剑，那一剑之美，就连那迁徙的燕子都转头飞了回来，围绕在那残留的剑气上，盘旋不止。所以，您叫宋燕回，可今日一见，还真是失望至极啊！你，当一个剑客，忘记了自己出剑的意义，那就失去了剑心。一个失去了剑心的人，又如何能成为剑仙呢？宋城主，你还记得你拔剑的意义吗？拔剑的意义。当年，你给了我一剑，
让我明白了我拔剑的意义是守护。如今，我也还你一剑。你想要成为剑仙，那可能得从拔剑开始学起。只有一剑，定胜负。哼，你太狂妄了。我还年轻，可以狂妄。师傅，当一个人只为练剑而练剑的时候，就失去了剑的灵魂。弟子宋彦回今日出城。为什么一定要出城？为了练剑。无双城中不能练剑吗？为何非要去城外？因为城外有不平氏，彦回愿为不平氏拔剑，为天下人拔剑。为所有受苦受难的百姓们而拔剑。你说的对，这些年我一心只想为胜过雪月城而拔剑，却把那些事情都给忘了。师傅，还要追吗？不用追了，追不上了。